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2025年4月29号，美股4月份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明天还有一个交易日，4月份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1点半到12点，只有半个小时。现在是11点半美东时间。那么我们今天等待大家提问，你们关心的股票。你们可以问一下你们关心的个股，把这个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也请帮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都没有问题。那么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现在这个大盘。先说一下这个大盘的这个情况。我们看看这个最近这个指数啊是出现了一个小的慢涨的状态，就是你跌的话也跌不到哪儿去，然后呢又很快拉回来，这个状态是对我们做多的，或者说总体时间只是想做多的话，那么这一个节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奏。就最近这个5-6个交易日都是一个慢慢往上走。特朗普的这些政策呀，大家也都熟悉了，然后它的一些现在除了跟中国那边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那个东西出来，跟其他的国家可能都在谈，对吧？那么主要还是跟中国市场最关注的，其实还是跟中国的这个，但是现在两边是在各说各话，感觉是在各说各话，但是我们不管了，我们关注的是市场合力，市场合力怎么选，我们就跟着市场合力选，市场合力做出了选择，我们就应对就好了，对吧？那么在指数上，现在我们之前说过，周线上已经出现了周的大的底分型，这里上涨一笔的话，上面的关键点位在5773，这个我在周末跟会员朋友们做周末复盘的时候已经说过了，我们在这里再简单说几句。上去的话，关注点在5773，你也可以用黄金分割测一个反弹的位置。如果说只能到 0.618 的话，5646还是没有碰到5773，对吧？那相当于这里是什么呢？是一个2-3脉重合的一个位置，还要再下来，对吧？2脉是针对前面的这个6147是1脉，那么这个位置就是2脉。3脉是怎么来的呢？3脉是这里有一个类中枢，这里是有一个类中枢的，就是以这3段作为一个中枢的话，那么这里是有一个中枢，如果说反弹不能够回到这个中枢里面，那就是3脉。所以说这个反弹位置是一个2-3脉重合的一个点位，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尤其是这个周期还是很大的，是一个周线。那么如果说真是给到一个周线大2脉的话，这个位置是一定要应对的。可以多减一点，如果说有能力做空的话，你也可以去做空它，对吧？所以这是我们要关注的反弹的这个关键位置。那么在日线上，现在只有一段，现在日线上只有一笔。如果说按照我们这个缠论这个定义的话，只有一笔，那么这个是没有这个如果说你用递归的话也可以，这里是有一段回撤的，对吧？或者说从这个高点回来也可以，是有3段，但整体来讲，严格定义的话只有一笔，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它能不能够慢慢的往上爬一爬。现在整体的表达还是不错的，你看它这个 MACD 快慢线的张口也挺大的，对吧？张口挺大的话，它看能不能够冲到0轴，冲到0轴的话，这是一个就关键位置了。为什么说0轴这个附近是关键位置呢？因为禅师给到我们一个简单的防狼术。什么是简单的防狼术呢？就是0轴分为多空主导，0轴以上是多头主导，0轴以下是空头主导。所以现在虽然说是空头主导，但是它是一个缓慢爬升的一个状态。那么到了0轴这个位置，是继续往上爬呢，还是要掉头往下？这就关键了。所以现在整体的这个表达的话，对多头来讲还是有利的，是一个缓慢上升。所以说到了0轴附近的话，那么如果说它要到0轴附近的话，看能不能够冲到200天均线，在日线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均线在这里200天，对吧？但是呢，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这些均线也好，
什么技术技术信号也好，这都是辅助判断的一个工具。最关键的是还是要看这个走势结构，最关键的是要看这段的结构。即使它冲到了200天，如果说结构非常简单，以浪形的模式往上走，那这个阻力也不成为阻力呀，因为它的结构很简单，它的内部动能很强，说明动能很强，对吧？那如果说冲到了200天，然后你就去看它的内部结构，内部结构非常的饱满，两个中枢往上走，那么到了这个位置，很有希望就成为一个大阻力，对吧？所以说是一定是关键在结构，内部结构，然后次要的再利用这些均线去辅助判断一下。你这样的话，两个一结合，不是更好吗？所以说这就是针对这个大盘指数。有一个朋友叫 Ank H， 现在追高合适吗？现在追高合适吗？任何一只股票都不适合去追高。任何一只股票可以这么说，什么情况下可以追呢？就是三买或者说三卖。你要做这个做空的话，就是三买和三卖。我简单画一下，什么情况下可以追？比如说这是一个走势，然后它上去了，非常快的冲上去，一个回落，这里有中枢，什么时候可以追呢？就是刚刚拐头的时候，这个位置刚刚拐头，这个位置你发现它拐头了，才可以追。这是三买，或者说往下走，然后一个反弹，然后开始拐头，这个位置你可以追空，这个位置你可以追多，只有这两个位置你才可以追，其他的任何位置都不要去追涨杀跌。所以说，这个我想我应该回答了你的问题，现在这个是不是应该追，对吧？任何股票都不值得你去追。追涨杀跌在市场里面长期下来是没有活路的，这个我可以斩钉截铁的告诉你，以我交易美股10年以上的经验，尤其是美股啊，追涨杀跌永远都不会有活路，这个长期来看你是不会有活路的，所以说千万不要去追涨杀跌，除了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出现三买和三卖的时候，一拐头的时候你是可以追的。只有出现三买或三卖的时候可以追涨或者说追空，其他的任何情况都不要去追。那么希望这位朋友我能够简单的回答你这个问题。那么针对指数的话，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次级别，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看一下这一段的次级别1小时上走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结构。我们看一下，从4835走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什么结构呢？4835上来之后，这是进入段，开始2次回落，构成中枢，然后又上去，又形成了一个三买。这个位置，如果说你要发现它的话，是可以追的。就是说，出现三买了，你发现回落没回去，没回到中枢，对吧？你是在盯着它的时候，然后刚刚出现底分型，你发现了。那么现在这个周期是1小时周期，你需要去它的，如果说你想抓到更好的位置的话，需要去5分钟。甚至是1分钟可能抓到一个刚刚拐折的位置，也就是说，它这天是在4月24号一开盘，4月24号一开盘，你就可以追进去，因为就出现了底分型了，这个相当于追涨了，对吧？但是我们是有条件的呀，我是一个三买追进去，而不是说回到这里了，或者说它已经涨了这个非常强的结构了，然后你追在这个位置，这一定是有区别的。那么现在的结构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中枢了。昨天或者说周一的一个尾盘的时候，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一个结构。尾盘这个回落点在5468.64，也就是这个最低点。这个最低点刚好碰到了前面这个小高点5469.68，在这里又形成了第二个1小时中枢。现在我们1小时上有2个中枢了，下面一个大 A 中枢。这里做成了一个大 B 中枢，按照我们的模型，但是这两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扩张了，中枢出现扩张，对吧？中枢扩张之后，按照模型的话，它可以继续往上生长，然后在这里再生长出了一个大的，这就生长之后的一个大 A 中枢，可以在这里再生长出了一个大 B， 然后再结束整个的一波上涨，对吧？这是一个趋势向上生长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趋势向上的一个生长。如果说盘整的话，因为
缠论里面有2种走势类型，一种叫趋势走势类型，一种叫盘整走势类型。那么这两个的区别就是中枢的个数，这是一个中枢，这是2个中枢。那么这第一种情况的话是叫盘整走势类型，第二种情况叫趋势走势类型。2种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中枢的个数，第一个就只有1个中枢，第二个的话有2个中枢。所以说如果形成一个大的扩张之后的中枢的话也可以结束，对吧？这里也可以结束了，直接掉头也可以。那么哪种情况更可能呢？对吧？很多人会说，那这个也可能，那个也可能，那你分析来分析有什么用呢？都可能，50%的概率，你跟没说一样嘛，对不对？所以说简单来说就是看哪种它以最后一个中枢作为你的这个可能性的来分析。最后一个中枢在这里，它如果说要往下走的话，首先要击穿这个中枢。如果说按照我刚才说的啊，这里结束了可以掉头的话，你首先要击穿这个中枢啊。如果说你连这个最后一个中枢都不能击穿的话，你可能掉头吗？如果说一直在最后一个中枢的上方运行，那你说哪种可能性更高？这就明了了吧，对不对？很多人不会分析的原因就是不知道拿什么来做参照物，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最后一个中枢的高低点就是你来参照现在这个当下价格或者当下走势图形是强还是弱，就是以最后一个中枢来做分析，就判别就好了。当下价格在最后一个中枢之上，那肯定是强啊，在当下之下肯定是偏弱呀，这很简单了吧？如果说我告诉大家以什么来判别强弱的话，就是在图形上。所以说你有了这个标准之后，你就知道了哪种可能性更大。那么只要它还在最后一个中枢之上，那你就不要去做空它，或者说你想多拿一拿没有问题呀，因为它可以在上面再生长出来第2个大中枢啊，对吧？如果说你想做空的话，起码也要等到它先把这个中枢砸穿，然后一个反弹不回到这个中枢，可以出现一个3脉的时候，你在3脉的时候去做空也来得及。很多人老觉得那个走势走了好多了，这个现在不进就晚了，老是有那种叫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老有这种想法，这其实要不得的。刚才那个朋友说想追高也是 FOMO 的心态，对吧？其实这个怕踏空的这个心态在市场里面是非常害人的。市场永远开着，对吧？美股市场永远开着，1周5天，你随时都能交易，还能有盘后交易、盘前交易，还有期货交易、期权交易，对吧？随时都能进场，永远不要怕踏空。所以说这个踏空心态是这个非常害人的。这位朋友又说完全不看空嘛，上方压力很大。你所有的这些信息，从你的这个文字里面，我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位朋友这个完全是以预测的心态在做交易，对吧？你是以预测的心态是来交易。缠论是一个跟随交易的方法。什么叫跟随交易呢？就是市场现在是什么是一种表达，我根据市场的现在当下表达做应对。我不预测市场到哪里，市场到哪里都可以，市场到哪里我只要应对就好了。我不管你上面有没有什么压力位啊，有没有什么这那的，市场可以完全的缓慢爬上去，也可以直接一个掉头。但是在当下这个情况，它所表达出来的没有出现这种快跌的情况下，你就说啊，上方压力很大，上不去怎么办？你这是叫什么？就是以你自己的意向，就是你想象上面很大压力上不去，但是这个位置压力大不大？跌到这里的时候，慢慢爬上来，这里压力没有吗？这里没有压力吗？这里没有压力吗？这里没有压力吗？它能爬到现在，对不对？所以不要去预测什么压力呀、阻力，主要还是在结构，一定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其实缠论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论，之所以是好在什么呢？它改变了你的思维方式，从一个预测思维转变成一个
跟随思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能把你的思维从一个预测想法转变成跟随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那么这个的话需要你自己多去体会了。这里说的有点多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朋友们提问，他问的这个 Robinhood 说是要财报了是吧？4月30号，4月30号的话就是明天盘后要财报了。那么这个我们之前是分析的过的，我们不知道你记没记这位朋友，这叫 Bearding。在大周期上我们之前分析过，他在大周期上先说一下他大周期的一个结构。6.81就是这波的起涨点，对吧？只要6.81没被跌破的话，它都可以继续向上生长。这是首先我们在上一次我们做分析这个 Robinhood 的时候已经分析过它。那么现在是在周线上已经出现底分型了，对不对？我把这个图形上给它讲一下它的结构。这里有一个大中枢，然后这里还出现一个3买之后一个3浪上去，一个4浪回撤。现在这里已经出现了周的底分型了。那么出现了周的底分型以后，那么现在就看它是不是能够以这个周的底分型作为它的这个防守位置。作为这个 29.66 是这个周线底分型的防守位，只要 29.66 不被跌破，我就可以生长出来一笔。现在我们看一下裸 K， 这里是有4根 K 线还不成比，所以我们没有预测呀，我们没有预测 29.66 是不是要被跌破，对吧？也不预测它是不是要生长出来一笔。但是你想要跌破 29.66， 现在就是以 29.66 作为你进场的一个起始位，或者说你进场的一个依据。只要 29.66 不被跌破，那你就没有出场的理由，因为你计划的是要做周线上的一笔上涨，你的进场依据是 29.66 这里形成的底分型不被打掉，对吧？这就是你进场的依据。现在 29.66 没被打掉，你就继续持有。那么现在是只有这个4周，我们看一下这4周发生了什么。那么在日线上的话，这里是出现过一次回落，对吧？但是这个回落并不构成比呀，所以说还是一笔上涨。也就是说这个 Robinhood 是在这个次级别形成了一个回落。我们看一下1小时，也就是日线的次级别，说明在次级别这里它有中枢了，这里是出现过一次回落，有一个中枢，把这个1小时的中枢给它画出来。1小时中枢的话可以画到这里。如果用前面的话，我看一下，这是递归的话可以当一笔，其实画到这里的话都差不多。那么 Robinhood 的话还可以出现了一个3买 ，Robinhood 在1小时上还出现了一个3买。我把最后这几根啊，最牛的是它踩了一脚中枢之后上去的，这是非常牛的，对吧？你可以以这个为这个3买，也可以以如果说以这个作为这个，我们就画到这里吧，这样的话能体现出这个3买来。这个3买，如果说你跟踪的话，那么这个3买是一定要进的，它是以一个浪形上去之后，形成了中枢，然后离开中枢，然后回来没进去，所以说出现底分型，那么这个位置肯定要追进去了。那个位置一直问那位朋友一直问能不能追，这个位置要追呀，对吧？这种情况才能追。那么到了这儿你还追吗？肯定不追呀，对不对？为什么不追呢？因为3段背驰了呀，对不对？那么可以比较一下这3段，目测的话是背驰的。那么现在是到了这个 0.618， 到了 0.618 之后，我们看它的情况，到了 0.888， 现在已经没有继续往上走了。现在也就是说到 52.28 的话才是等比例，但是这里也有回落，所以现在如果说今天收盘之前，如果说能跌破这个小位置的话，那看它这个回落能不能够碰到前面的小高点，把这个价格标一下。如果说今天收盘之前，看它怎么选。收盘之前如果说往上选，你就不动，看它能不能够再次到 52.28， 也就是说这笔延续到等比例的位置，然后看它明天盘前能不能够回落一次。你要做的话是买这个回落。如果说今天收盘之前是选择向下走的话，也就是说跌破这个 47.75 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这里是一个1、2、3、4。
如果说碰到了 47.22， 这里就形成中枢了。形成中枢之后，看这段能不能够结束，也就是说在明天出财报之前的话，这段的内部够不够饱满？如果说这段的内部够饱满的话，也是可以买它的，因为它可以再上去，晓得吧？所以说我已经把这个今天收盘之前或者明天开盘以后的一个状况说了一下，然后再看一下他问的这个特斯拉。特斯拉的话，这个之前有一位朋友不知道是他还是谁，当时他买的时候好像是142或者242的话，基本在这个位置。他买的时候，我们当天分析的时候，刚好是这个没有上涨。我给他的建议就是，你如果说信特斯拉，或者说对马斯克非常信服的话，无论什么情况都能拿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对吧？我们当时看的位置就是这个中枢上沿，因为什么呢？因为从488下来之后，它是一个7浪下跌，488下来1、2、3、4、5、6、7，对吧？是一个7浪。我说过，我们这个模型是这个有7浪衰竭和9浪衰竭两种模型。那么出现一个7浪衰竭了，那这个位置你再去做空的不合适了吧，对吧？那么又一次反弹，然后我们在上周做直播的时候还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位置，就是200天均线，看一下这个裸 K 是不是顶到了200天均线上。昨天这个最高点是不是顶到了200天均线上不去了？如果说你挂单的话，你可以卖在200天附近呢，对不对？也就是291附近。所以说呀，简单的你学一点技术分析，就比你什么都不懂强。很多人老说技术分析是什么鬼画符，是没有什么逻辑在里面，那是因为你不懂啊，对吧？好多人觉得这个技术分析没用的原因是不懂，你不懂，当然什么都没用了，是不是？所以说学一点即使简单的顶底分型的话，也能够让你不盲目的交易。那么现在又到了这个200天均线，又是现在这里又有中枢了，又有中枢，又是200天，这个位置你肯定要减一点。虽然说现在这个明确的顶分型还没有出现，所以说应该先减一点，等待什么呢？等待它这里再回落一次。你也可以把这个中枢的中轨给大家画出来，加上中轨，中枢的中轨就是也是一个，如果说能踩到中轨这里继续买回来，它可以再上，对吧？所以现在就是可以先减一点，因为现在是明显的压力，它现在已经有点上不去了。如果说用之前我给大家讲的简单的看这个中枢，就是在本周期日线看它次级别有没有中枢，或者说次级别有没有中枢，就是看它有没有3根 K 线并排。这里有3根 K 线并排，下面就没有，所以这段上的还是比较猛的。但是呢，它可以再打一个高点也可以，说明这里有一个小周期上可以再打一个高点，这样的话它小周期可能就有背驰了，对吧？你可以等一等也可以，因为现在毕竟顶分型并没有出现，或者说现在减一点也可以，对吧？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风险喜好，还有看你的仓位多少。那么如果说能够有效站上200天的话，才会开启一个上面的空间是有的，但是现在200天明显是被压在这里。然后看一下这位朋友 Ank 朋友问苹果，他想问有没有书籍技术分析，就是缠论的。我讲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基于禅中说禅的这个理论，你可以去网上搜一下，或者说你可以看一下我的视频里面，还有之前禅师讲的课，有大量的资料你可以去学习，就是禅论，但是我也用禅论结合这个波浪理论。你问的这个苹果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苹果这波回拉的话也是很牛的。苹果在这个月线上有一个，我们看一下月线上那个结构，有一个很牛的一个回拉。月线上它的话拉回到前面的这个月中枢里面，苹果拉回了月线中枢里面，然后出现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下影线，月上也回拉成比了。所以说苹果这波回撤的话，它的调整是很充分的，首先调整是非常充分的。那么苹果马上也要出财报了，它是要在5月1号，对吧？周四盘后要出苹果的财报了。那么现在看一下这个回撤也够比了，如果说苹果的财报好的话，它可以就是说它今年以内吧，
因为它现在是在一个中枢震荡嘛，对吧？可以再打一个高点，也是在这个做完全分类的这个分析的时候也是可以的嘛，对吧？所以这就是苹果现在这个情况。我们看一下周线上，苹果的这一笔回落，我们看一下，把这个月线上这一笔给它高亮一下。我们现在关注什么呢？就看一下这一笔的回落的内部结构，内部结构是不是够饱满、够充分呢？周线上三段，周线上一个三段下跌，非常的有韵律的这个苹果上，你看苹果的结构就是周线上的三段构成了月线上的一笔，对吧？这就是完美递归啊。那么现在周线上出现了什么新的情况？周线上出现了底分型了。那么这个底分型能不能够构成周线上这一笔反弹呢？那么反弹关注的重点还是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回落的小低点，对吧？如果说反弹够笔了，但是碰不到这个219.38，它还会有一笔回落。这笔回落也可以再打低点，打一个低点的话就是5浪，1、2、3、4、5，不打低点就是2买，都可以。怎么选都可以，我们不预测怎么选，我们只跟随，晓得吧？所以说现在就看这里169.21上涨这4周的内部结构，我们观察的是这4周的内部结构够不够饱满，够不够充分，有没有我们能够观察到的结构。我们看一下，我们就以这个169.21作为一个分析点，我们只看它右边的。那么169.21上涨的话，它这个最高点就是之前这是4月14号这天，所有的这个公司或所有的大的都有这么一个高点，就是破坏了整体结构。现在还没有突破这个之前这个212.94，对吧？突破212.94之后，这个反弹才够一笔，这是这个严格定义。如果说你不严格定义的话，这里我看一下。我修正一下，这里是有看一下裸 K， 因为它这个 K 线不太清楚。够了，回撤也够了。那我们把这个日线上给它画一下，日线上已经有2段了，这里有一笔回落，然后正好是3段，这是日线上，我们把这个日线上几个给它画一下，那就非常好了。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日线上已经出现了一笔上一笔下，再来一笔。那么我们现在关注重点就是第3笔的内部，第3笔可以再次突破212.94，那么就会形成一个1、2、3段，突破它之后，你就去看有没有背驰，它也可以顶到这个200天和120天这个交叉的位置，对吧？财报一出来，顶到这个位置，你看一下现在当下的价格，到财报到这个200天、120天是8%左右的一个空间，对吧？如果说这是往上走好的情况，如果说往下来不好的情况的话，就是再次给一笔回落呗，在这里做一个中枢。做一个中枢之后，再看它是不是要往上选，还是说做一个中枢之后往下走也可以，再次跌破169.21也可以，对吧？这就是它要往下走，往下走的话就要跌破这个前面这个低点，看一下空间9%，对吧？上下10%，上下10%到财报之前上下10%的空间，那么你就要选了。你在财报之前，周4之前，那你要选。那这个位置刚好是一个平衡位，这是专门这帮机构拉到这个位置就是来等财报的呀，就是不让你不好压住啊。往高压也是10%，往下压也是10%，那你不好压，它可能就是给来一个多空通杀，在这个位置横着不动，就是盘后的话，我说的是。所以说，你要想赌的话，最好是两边这个下注，而不要下单边。那么下单边的话，很容易很难。赌单边，尤其是盘后的话，是一个非常难。所以说，这就是针对这个苹果。然后这个马上要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时间不够了。本来还想说2个其他的这个今天盘后要出财报的，一个是这个 Snapchat， 这是盘后要出财报，4月29号 ，Snapchat。它这个股票啊，虽然说盘子很小，但是呢，这个股票盘后的波动非常大。它现在这个，我们简单说一句吧，看一下 Snapchat， 现在最低点在 7.08， 已经跌破了之前周线上大箱体的这个 7.33， 现在 7.08 这个位置，如果说能够来一个破底翻的话，就牛了。它从前面这段下来之后，
这里做了一个大中枢，然后出现了一个 7.08 的最低点。如果说能够来个破底翻，这里有一个大底，现在一个翻上来了。如果说能够翻上来，那么就有希望再去一下，这个中枢的上沿的位置。我们看一下空间，到这个120周 25%， 到上沿的话是 30%， 就是有一个 25% 到 30% 的一个空间。如果说能够守住这个 7.08 这个位置的话，看一下日线上，那么出现这个最低点 7.08 以后，是出现了一个二买，还给了一个二买之后上去，对吧？那么这是一个而且现在这个二买之后的一个情况走势还非常强，对吧？这段的走势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个人倾向这种图形的话，我个人倾向是往上走。往下走的话，那你就是再次跌破 7.08， 以 7.08 作为防守，看一下再次跌破是多大空间，20%多。它这个盘后的空间如果说波动很大的话，基本上上下 20%， 波动非常大。所以说但是我个人倾向图形上来看的话，我个人倾向是盘后是上涨的。那么如果说跌破的话，就以 7.08 或者以7块钱作为防守位的话，基本上就能跌破7块钱就割肉，跌破7块钱就割肉。这样的话，你也不会，它即使再往下走的话，就跟你没关系，对吧？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想赌这个 Snapchat 的话，就是以这个7块钱作为一个防守。那么还想说这个星巴克，但是时间没有了，我们今天只能讲这么多了。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再见。